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的2月1日，星期天，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复盘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讲一下突发的这个重要的事件。甲骨文这边要大裁员，并且呢，多家投行停止给他贷款。那么很多朋友呢都是有一个担心，我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这一类消息坐实，短期的股价一定是估值被压缩，并且它的信用溢价有一个上行，股价是很容易走弱而不是走强。那么对于整个美股来说，它并不是一颗立即能够把指数打趴的一个炸点，毕竟就才一家公司嘛。但是呢，它会把整个 AI 的资本开支从增长的叙事拉回到现实。什么现实呢？就是我要去看你的资产负债表和你的融资是否是可持续性，这个呢就等于提高了2月的波动率的地板。那么指数很有可能要走箱体震荡，而不是一路顺风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还要跟大家强调一个客观事实，目前市场传播最广的裁员规模和银行撤退核心来源是 TD Cowen 的这个研究观点，已经被多家的媒体转述，并不是甲骨文官方公告本身。这个措辞呢，大多是焦虑、可能和评估。所以说呢，大家在面对这类新闻的时候，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。那么我们首先呢，把新闻爆点梳理清楚，然后呢，再去谈一下整个的影响。第一个爆点呢，就是 TD Cowen 这边被转述的要点是，甲骨文为了给 AI 数据中心扩张腾出现金流，很有可能会考虑大幅的裁员，并评估资产的处置。同时，美国一些银行对于甲骨文相关的数据中心项目融资会更加的谨慎，甚至会有一个后撤。那么随即而上的就是它的贷款成本也会有一个上升。第二个爆点呢，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，是过去2个月信用市场已经给过的预警。那么甲骨文这边呢，它本来就因为 AI 扩张融资披露问题遭到了债券持有人的起诉，市场对其后续更大规模借款计划的敏感度是非常的高的。那么同一时间呢，我们可以看到 AI 基础设施它会显著的推高2026年企业的债供给，所谓 AI 的军备竞赛，最后呢都会在债券和贷款的价格上有一个兑现。第三个爆点呢，就是运营侧也在放大不确定性。那么甲骨文这边的数据中心曾因天气相关短时断电影响到 TikTok 这边美国用户的体验，这类事故呢，我直接的跟大家讲，它本身不会致命，但是呢，它会让客户、投资人对云业务的交付、容灾以及 SLA 更加的敏感。第四个爆点就是宏观这边又叠了一个情绪的放大器，因为川普这边要提名凯文沃什，要接任美国联邦就是储备系统的主席，确认程序和独立性的争议，让市场对政策路径更加的敏感。所以说，一旦它的这个对于政策路径敏感，这个风险的溢价就很难压下去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很关键的一个深层的逻辑，为什么银行撤退这件事情会从一家公司外溢到整个美股？那么在过去这一年 AI 行情，它的底层驱动并不是故事，而是我们要去看4个字，又是我跟大家经常讲的资本开支。这个资本开支的确定性，谁敢花，谁能够花，谁花完了多久能够回本。那么 OpenAI 这一类算力需求端的合同和承诺，就是把云厂商、芯片厂、服务器、散热、电力、数据中心都拴在一根绳上，而银行的贷款和债券市场就是这根绳的氧气瓶。现在如果出现了项目融资收紧，哪怕只是对某些项目、某些银行、某些贷款更加的谨慎，市场也会做2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提高对相关公司它的资本成本的假设，简单说呢，就是同样的利润，我们要给更低的倍数。第二呢，就是要下调对上游供应链的斜率预期，尤其是那些强依赖 AI 基建节奏的环节。那么 AI 相关的融资需求，它是会把企业的债供给给推高的，供给一高，利差就更加敏感，利差一走扩，权益端就更加的会出现风险偏好的回落。所以说，你看似只是甲骨文一家的烦恼，但是我告诉大家，这个是整个 AI 资本开支进入第2阶段后的必经之路。
从先抢份额过渡到要算回报，要算资产负债表，要算现金流的一个覆盖。那么对于甲骨文具体的一个影响，我们可以跟大家仔细的来说清楚一下。第一层很简单的就是它的估值层。那么银行谨慎意味着融资条款更硬，成本更高，市场会用更保守的折现率去算未来云业务的增长。那么这个对于高资本开支、高债务敏感的公司是非常不友好的。那么第二层呢，就是它的信用层。甲骨文已经在债券端出现诉讼与风险讨论，信用利差的边际变化会反过来影响股价，因为股权它其实就是在吃最后一层风险。第三呢，就是执行层，数据中心它要建设，它一定会拼电力、拼资料、拼施工、拼交付。一旦说融资的节奏被迫调整，项目里程碑就会变得更加的依赖预付款、合资，还有就是资产处置，或者是一些更加激进的成本削减。所以说传闻我们听到他要裁员，就是这种压力释放的典型的模式。那么这里插一句小幽默，银行不是突然的变心，银行只是把你的这个算盘拨得更快了，在回报算不清楚之前，他会把签字的笔给收起来。然后呢，我们讲完了宏观和新闻，我希望大家呢都有所了解，然后呢再去讲一个技术层面，我们只讲关键能够用到的位置。其实呢，甲骨文我在之前它走的比较高的时候呢，带会员去操作了一波，然后呢，在它比较下跌比较严重的时候呢，我就建议大家要进行一个换仓。那么现在它的这个股价有一个腰斩，不是非常的意外。那么日内的低点你可以看到是来到了163。这张图的结论非常的简单，你一定要守住160这个地方，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支撑带，守住还会有反弹的空间。如果守不住的话，那么它会引发更多的风控盘进行减仓，并不是说它的基本面一夜变差，而是这个图形就告诉风险资产它还没有定价完。那么反过来，如果后续证实今天说的这些只是研报的噪音，或者是融资仍能够跟进，回到大概170到190是比较的顺利的。那么目标价的话呢，我们就先看大概在193附近。那么一定要跟着它的这个新闻面来，你才能够知道它的后续的一个走势。讲了甲骨文之后呢，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大盘的情况。大盘的话呢，它的这个防守线很清楚的，这个防守线是很清楚的，你可以看到这根趋势线在这里一直没有跌破，那么这个防守就非常的重要了，就是687这个地方。然后再来说一下 QQQ， 它的这个防守线618，只要这两条防线在，市场更多的就是看高位箱体的一个震荡，消息面呢只会带来日内的波动，不太会容易走成单边的一个趋势。但是真正的危险是什么呢？就是防线被打穿后，反弹3天你都收不回来。而且呢，我要告诉大家，2月的一个整个背景不是特别的好。1月嘛，它会走得比较的顺利，但是在2月份，它真的会走得不如你想象的那么的好。所以说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想一下，我们应该如何来调配自己的仓位，如何去看自己的现金的仓位，然后呢，去打消一些风险。那么再来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呢，跟大家讲了黄金跟白银，我们会看一个反抽。但是呢，你不要期待反抽会很大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暴跌之后有一个反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，因为就像皮球嘛，它往下砸，然后呢会弹起来，但是呢会弹多少，我们还是要看明天盘中的一个走势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有抄底抢反弹的朋友，那么一定就是好好的把握住你的这个风险。你风险如果说大了，其实你的这个盈利不会非常的稳定。这个呢也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。再来说一下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闪迪，它还是多头的一个趋势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周五的这个走势绝对是套牢了很多人的，很多的冲高盘或者是一些获利盘逃走。你可以看到它刷新了一个新高之后，留下了那么大的一根大阴线。那么我是建议如果你看好这家公司，等它回调，等它回撤企稳，然后呢再去进入。你现在去进入的话呢，风险其实大，不是说它不能够涨，只是说你现在的风险会很大。既然你风险大的话呢，我就建议大家去做一些大概率的事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旦追高，你追高成功了，你盈利了，你的贪心的心不会停止，你还会去继续追高，你还会去做。那么到时候你总有一天
你会栽在追高上面。但是呢，我这边带单不同的是什么呢？我就是要让大家好好的看准一只个股，基本面非常的好，走势非常的好，就算日内做失败了，我们短线救得起来，而且呢，它的大概率是涨的，并且呢，我们把我们的仓位给控制好，我们把我们的现金给留好，那么这样这只股票到最后我们都是盈利去走掉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1月份这些会员群的朋友，他的这个盈利，很多朋友的账户都是创下的新高。账户创下新高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你可以看到大盘都创新高了，你的账户如果没有创新高的话，不是很合理。如果你没有创新高的话呢，好好的进行一下反思。我们欢迎呢大家在2月份好好的跟我们一起来学习。2月份不大好做，但是2月份我一定能够可以让你赚钱。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可以扫码或者是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的这个链接，来好好看一下赚钱的快乐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呢，就跟大家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个月、新的一个星期里面好好的盈利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